当白衣女从电视里爬出来的时候，还我命来！别爬了，这道解析几何你会做吗？做不出来就不许吓人，给你3分钟。白衣女看着那复杂的辅助线，流下了悔恨的泪，默默爬回了井里。我凭借着9年义务教育，把恐怖游戏完成了名师补习班，只因我被拉进了一个恐怖游戏生存群，任务失败就会被抹杀。欢迎玩家程曦加入恐怖游戏生存群，新手任务即将开始。幻觉吧，奥数做多了。游戏商城已开启，新手玩家拥有100初始积分，请尽快兑换保命道具。我看着那本熟悉的黄色封皮，出于本能地伸出了手指。喂，兑换成功，消耗10积分，剩余90积分。道具5年高考3年模拟已发放至您的随身空间。程曦，你瞪我干嘛？又在做什么难题？脑子瓦特了？我没理他，因为周围的场景开始扭曲模糊。再次睁眼时，我已身处一间密闭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的霉味。这是哪里？是绑架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除了秦瑶，房间里还有另外3个人。欢迎来到生存游戏。新手副本白衣女，任务目标在白衣女的追杀下存活24小时，任务失败抹杀。白衣女，这不就是那个经典女鬼吗？什么鬼游戏？我要回家！是那个女鬼。秦瑶看到他们手里的东西，嫉妒的咬剪牙。你们怎么会有武器？这是游戏商城的道具，你没有兑换吗？就在这时，电视机里的画面越来越清晰。见此，秦瑶彻底崩溃了。谁来救救我？我给他100万！但此刻没人理他，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电视机。我则默默地从随身空间里掏出了一本5年高考3年模拟数学分册。此时的气氛凝重到了极点。妖孽，受死！但这点伤害对于白衣女来说根本不足以造成威胁。怎么会这样？另一旁的眼镜男也慌了神，他把黑驴蹄子扔了过去，但同样也无效。物理攻击无效，特殊道具也对他无效。白衣女从电视机里出来，朝着离他最近的肌肉男逼近。别爬了，你来的正好。这道题要求用参数方程和极坐标2种方法解出来，做不出来就不许杀人。空气仿佛凝固了，秦瑶停止了尖叫，肌肉男忘记了恐惧。眼镜男愣了一下。已知曲线 C1 的参数方程为 x 等于2加2 cos 阿尔法 ，y 等于2 sin 阿尔法，其中阿尔法为参数，在以坐标原点为极点 ，x 轴正板界为极轴的极坐扁系中，曲线 C2 的方程为 p sin C4加4分之平等于2倍根号2。第一问，求 C1 的普通方程和 C2 的直角坐标方程式。第二问，设 P 为 C1 上的动点，求点 P 到直线 C2 的距离的最大值。我把书往前又递了递，笔也给他准备好了。会吗？给你3分钟思考时间。他似乎是想接过笔，又似乎是想当场掐死我，而且他周身的怨气翻腾得更加厉害了。3分钟到了，看来你不会，那我来给你讲讲解题思路。等我一口气讲完后，听懂了吗？这只是道基础题，要不要再挑战一下后面的导数压轴题？突然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猛地转身，手脚并用地爬回了电视机里。随着滋啦一声，房间里恢复了平静。他就这么走了？你把鬼给抢走了？这你们就不懂了吧？知识就是力量。恭喜玩家程曦利用特殊方式逼退白衣女，获得隐藏成就学神之威，奖励积分200。由于白衣女受到精神暴击，24小时内不会再次出现，新手任务提前完成。
正在结算奖励，全体玩家获得积分100，玩家程曦额外获得积分300。喂，程曦，你发什么呆呢？魂儿都丢了。你知道曲线 c 乘以 sin 加4分之盘等于2倍根号2，如何将极坐标方程转化为直角坐标方程？请给出一些极坐标方程的例子。极坐标方程和直角坐标方程有什么区别？怎么画成直角坐标方程吗？什么玩意儿？说人话！看来学渣终究是无法理解我的世界的。不过，那个所谓的恐怖游戏，似乎比我想象的要有趣一些。第2次进入游戏是在1个星期后的深夜。高级玩家夜宵开启团队副本血色古堡，现有空缺位置，是否加入？警告：该副本难度极高，死亡率90%以上，加入将获得巨额积分奖励，拒绝无惩罚。海兰，我不要玩这个游戏，我脑子里有声音，什么恐怖游戏？我也是，我不要玩，听起来好吓人。而我则视线被屏幕上的文字吸引。高级玩家，也就是说比新手强大得多的对手，我拒绝。检测到玩家秦瑶、赵玲玲、孙佳怡为您的室友，已强制绑定加入副本。玩家程曦作为上次游戏的胜利者，您将自动成为队长，带领您的室友完成任务。该死的连坐制度！还没吐槽完，我们就出现在一座阴森的古堡大厅里。这地方好是真好，但却有一股腐烂的味道。这里的主人恐怕已经很久没招待过客人了。除了我们，还有另外2队人。学神，真的是你！太好了，这次我们有救了！一队是以雷鹏为首的3人组，另一队则是3个陌生的男人。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游戏，我是这次副本的开启者，你们可以叫我夜宵。他扫视了一圈，目光在秦瑶等人身上停留了片刻。这次的任务很简单，古堡的主人是活了500年的吸血鬼伯爵，今晚要举办一场晚宴，我们需要扮演成宾客，在他吸食完一名牺牲者的血液之前，找到并摧毁他的心脏。哦，对了，为了增加游戏的趣味性，我会随机挑选一位玩家成为那位光荣的牺牲者。这个男人很危险，他制定这种规则就是为了欣赏我们自相残杀的戏码。当然，为了公平，我会给你们一些提示。牺牲者的身上会有一种特殊的香气，那是吸血鬼最喜欢的味道。尽情享受吧。尊贵的客人们，伯爵大人已经等候多时了。晚宴开始了，我们被迫跟着管家走进餐厅。欢迎来到我的城堡。希望今晚的食物能合你们的胃口。对比其他人，夜宵那一队人却显得很镇定，仿佛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秦瑶面前的那个高脚杯里，红色液体的颜色似乎比其他的红色液体要更鲜艳一些。夜宵所说的特殊香气，牺牲者很大可能就是秦瑶。我必须在他被伯爵盯上之前，想办法掩盖他身上的香气。可是，用什么方法呢？先看看游戏商城有什么道具。积分因为上次的任务涨到了490，可以兑换不少东西。藿香正气水，这玩意儿也许能行。就它了。这位美丽的小姐，你的芬芳就像盛开在午夜的玫瑰，令我沉醉。不知我是否有幸能邀你共饮第一杯酒。秦瑶浑身一僵，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他看向我，露出求救的眼神，而一旁的夜宵和他的人则露出了看好戏的神情。雷鹏急得满头大汗，却又不敢轻举妄动。怎么，小姐不愿意？伯爵大人，
么味道？我面不改色的走到秦瑶身边，将那瓶藿香正气水递到他嘴边，喝了它。这么臭的东西，我不喝。想活命就喝。这是什么生化武器？快把这该死的味道弄走！把这个女人给我扔出去！任务目标是在他吸食完一名牺牲者的血液之前。如果秦瑶被扔出城堡，是不是也算任务失败？我脑子飞速转动，立刻有了主意。伯爵大人，请息怒。您活了500年，想必学识渊博。您可知这味道的来源正是古代东方炼金术的神秘产物？它能产生一种奇特的分子结构，可以有效中和空气中的血腥因子。什么化学元素？炼金术？是的，您看，氢、氦、锂、钡、硼，这些都是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基础。您作为暗夜的贵族，难道对世界的本源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奇吗？背不出来吧？连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都不知道，您这500年岂不是白活了？一个没有知识底蕴的贵族，只是一个空有力量的莽夫。您吸再多的血，也补充不了精神世界的贫瘠。您知道干离子通道在神经元信息传递中的作用吗？您知道 ATP 是如何为细胞功能的吗？不知道吧？连钙元素都背不出来，你还补什么钙？没文化的鬼不配吸血。够了！大家一起上，杀了他！你们快找心脏！吸血鬼的心脏通常被严密保护，最可能的地方是卧室、书房，或者棺材里。快走！我立刻拉着秦瑶和夏小冉朝着餐厅外跑去。叶宵见我们走了，也悄悄跟了过来。分头找，你们去楼上搜索卧室，我去地下室。秦瑶虽不情不愿，但还是咬牙跟着夏小冉去了卧室，我则去地下室搜寻。就是他了。你不去对付吸血鬼，偷偷跟着我，你想干什么？把你的积分和道具都交出来，你一个新人不配拥有这些。原来你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吸血鬼，而是我。如果我不给呢？那就去死！根据我国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私人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抢劫罪。你脑子坏掉了，在这种地方跟我讲法律？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底线。天真，在这个世界只有力量才是一切，谁的拳头硬，谁就是真理。看到了吗？这就是弱者的下场。不，我还有最后一招。你知道吗？除了抢劫罪，还有一条法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你又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你脚下踩着的这块地砖是哥特式浮雕，市场估价至少300万。你左手边那个酒桶是皇家橡木桶，有价无市。还有你刚刚碰倒的那个烛台，那是拜占庭时期的银器，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根据法律规定，故意损毁国家珍贵文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你刚刚那一通打斗损毁的文物价值，估计已经够你把牢底坐穿。你说，要是瓦勒云斯伯爵知道了，他会怎么对你？你炸我！是不是炸你？你回头看看就知道了。这些都是刚才你追杀我时造成的。就在这时，
一阵夹杂着暴怒气息的旋风从楼梯口席卷而下。是谁敢毁掉我的收藏品？他的目光扫过一片狼藉的地下室，最后死死地锁定了站在废墟中央的叶宵。是你？不是我，是他干的！伯爵大人，我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明明是他为了抢我的东西，在这里大打出手。你胡说！我有没有胡说？伯爵大人自有判断。伯爵大人，您知道吗？这些文物承载的不仅仅是金钱价值，更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就这么被一个粗鲁的莽夫给毁了，实在是太可惜了。我建议根据损害程度，判处他进行等价赔偿。如果赔不起，那就用行动弥补过错，向这些损毁的艺术品致歉。说得好！你罪该万死！伯爵大人！为我的艺术品忏悔吧。玩家叶宵已死亡，队长死亡，其小队成员自动抹杀。美丽博学的小姐，你叫什么名字？程曦。程曦，你是唯一一个能理解我内心孤寂的人。为了感谢你，我决定赐予你永生，让你成为我的伴侣，与我一同欣赏这世间的美好。搞什么？刚解决了一个麻烦，又来一个更大的，这哪里是奖励？这分明是想把我变成他的同类。我可不想一辈子喝血，还不能晒太阳。等等，伯爵大人，虽然我很欣赏您的品味，但我们人鬼殊途，跨物种的恋爱是没有好结果的。而且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为什么？永生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因为我的追求不一样，我的梦想是星辰大海，是量子力学，是宇宙的尽头。而您只能被困在这座阴暗的古堡里，守护着一堆冰冷的古董。我们的世界不一样，更何况我还有那么多题没做完，没时间谈恋爱。好吧，既然你的追求是知识的海洋，那我也不便强求。这是圣泉之水，可以治愈你的伤口。我的心脏就在里面，你们拿走吧。你就这么放弃了？为什么？因为你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永生不是肉体的不朽，而是精神的传承，知识才是永恒的。与其在这里浑浑噩噩地度过无尽的岁月，不如就此终结，也许还能开启一段新的旅程。说完，他转身走向那片狼藉，背影说不出的萧索。恭喜玩家找到吸血伯爵的心脏，任务完成，正在结算奖励。这个活了500年的吸血鬼，最终选择以一种最体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漫长而孤寂的一生。回到宿舍，天已经蒙蒙亮，赵琳琳和孙佳怡抱在一起瑟瑟发抖，秦瑶则坐在地上眼神空洞。这次副本对他们的冲击太大了。程曦，谢谢你。这是他第一次用这种真诚的语气跟我说话，我没应声。那个游戏还会再来吗？会。我不要再参加了，会死人的。那我们该怎么办？从今天起，你们每天给我刷一套题，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轮着来。下次进游戏之前，谁要是连元素周期表都背不下来，就自求多福吧。附题？程曦，你疯了？这跟游戏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吗？这次要不是我急中生智，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干尸了。你以为我靠的是什么？运气吗？我靠的是知识。当你们还在尖叫的时候，我已经分析出吸血鬼的弱点是精神世界的贫瘠。当你们还在恐惧的时候，我已经用文物保护法策反了 BOSS。在这个游戏里，力量不是唯一的法则，知识才是最强武器。
可是我们已经好久没学习了，这些题我们根本不会啊！不会就学，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我会给你们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每天检查作业，定期进行模拟考试。谁要是敢偷懒，下次副本我第一个把他扔出去喂 BOSS。他们三人齐齐打了个冷战，他们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于是秦瑶扔掉了他的限量款包包，赵琳琳放弃了追星，孙佳怡也不再看言情小说。起初他们叫苦不迭，但慢慢的，当他们解出第一道难题，拿到第一次模拟考试的及格分时，那份成就感远非奢侈品与消遣可比。而我则在巩固旧知识的同时，开始研究更深奥的领域，相对论、量子物理、混沌理论、博弈论。我相信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在游戏里派上用场。我们的实力在以一种另类的方式飞速成长着。1个月后，游戏再次降临，这次的场景是一艘行驶在太平洋上的幽灵船。任务是在船沉没之前找到并安抚船长的亡魂。和我们一起的还有雷鹏的小队以及另外几个陌生的玩家。幽灵船副本我熟，船长的亡魂一般都带有强大的怨气，必须用至阳至刚的法器才能镇压。我兑换了雷击木，你们呢？我兑换了 A 级道具镇魂铃，摇一摇就能让恶灵头疼欲裂。雷鹏看了看我，然后从空间掏出了一本大学物理。兄弟，你拿本破书有什么用？砸人吗？雷鹏没理他，只是坚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高等数学、有机化学、理论力学。那几个陌生玩家看我们的眼神，就像在看一群神经病。一群疯子。我们怎么办？这艘船的结构不稳定，正在从内部瓦解。我们必须先搞清楚船体损坏的原因，否则就算安抚了船长，我们也会跟着船一起沉下去。分组行动，秦瑶、赵琳琳，你们去检查船体各处的损伤情况，绘制出结构损坏图。孙佳怡、夏小冉，你们去动力室检查发动机和传动装置。雷鹏，你跟我去驾驶室，看看能不能找到航海日记。是，陈老师。好。看着我们有条不紊地展开行动，其他陌生玩家都愣住了。驾驶室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干涸的血迹，航海日志就掉落在地上。我捡起来翻开一看，上面的字迹潦草而疯狂。10月3日，该死的风暴，我们的船偏离了航线，进入了一片未知海域。10月5日，船出礁了，底舱破了大洞，海水在不停地涌进来。10月7日，食物和淡水都快没了，船员们开始为了争夺食物而自相残杀。我杀了他，我杀了大副。10月10日，他们来了。从海水里爬出来的怪物，他们在啃食我的船，我的船员。怪物啃食船体。陈老师，我们检查完了，船体上有大量的腐蚀痕迹，非常不规则，像是被某种强酸性物质侵蚀的。同一时间，孙佳怡和夏小冉也传来了发现，动力室的锅炉和管道也遭到了严重腐蚀，而且我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生物粘液。强酸、粘液、啃食船体、嗜酸菌。如果这艘船是误入了一片含有大量嗜酸菌的特殊海域，那么一切就解释得通了。船体的损坏并不是因为触礁，而是因为被这些看不见的微生物一点点的吃掉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赶过去时，看到之前嘲笑我们的那个玩家已经被撕成了碎片。另一边，一个眼睛里充满了无尽的痛苦和怨恨的巨大幽魂向灰衣玩家走去。我的船，我的船员都死了！清脆的铃声响起，不但没有安抚幽灵，反而激怒了幽灵。没用的，他的元气太强了。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是你，你也想来抢我的船吗？不，船长，我是来帮你的。你看看这个 C6H6 本，一种最简单的芳香烃。你所恐惧的那些怪物，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微生物，它们的细胞膜结构和这个非常相似。想要破坏这种稳定的环状结构，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入一个活泼的取代基，比如硝基、消化反应，你懂吗？就是在浓硫酸和浓硝酸的混合作用下，将硝基引入苯环。这个过程会释放大量的热，足以瞬间摧毁它们的细胞结构。浓硫酸、浓硝酸，没错，船上的医务室里应该有这两种化学药品，只要我们将它们混合，倒入海中就能杀死那些嗜酸菌，保住你的船。这真的可以吗？知识从不说谎。我的船
真的还有救吗？有的。幽灵对着我深深的鞠了一躬，心中的执念也消失了，然后整个身体化作点点星光，消散在空气中。谢谢你。恭喜玩家成功安抚船长亡魂，任务完成。检测到玩家程曦以创造性的科学方式解决灵异问题，颠覆了游戏基础逻辑，触发隐藏剧情，真理之门。被动技能全知之眼碎片一已解锁，当前功能可解析物品成分与基础物理属性。提示：全知之眼共分2阶，当前为第1阶。在传送的光芒亮起时，外面原本波涛汹涌的海面竟然慢慢平静了下来。全知之眼是干什么的？可以检测物品的信息。太好了，我们活着回来了2周后，在一个普通的下午，游戏再次降临。新副本已解锁，困梦楼任务目标：找到被困在梦境中的玩家，并将其唤醒。特殊规则：副本内存在梦境谍套，每进入一层梦境，现实感知将下降20%。警告：若现实感知归零，玩家将永久沉入梦境，判定为死亡。任务限时，限时时间4小时。赵玲玲怎么没动静？难道这次副本任务没有她？这次的副本入口是图书馆的阅览室。推开那扇木门的瞬间，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沉甸甸的静谧感。秦瑶、孙佳怡、夏小冉他们坐在椅子上，眼睛睁着，却没有焦距，像3具活着的空壳。学神来了，这下有救了。什么情况？我们进副本的时候，他们就这样了。系统给的任务说要唤醒被困在梦里的玩家，所以被困的就是他们3个。全知之眼。目标：秦瑶，体征平稳，肌肉张力无异常。警告：意识层缺失，无法进一步解析，权限不足。果然没那么简单，意识层被抽离了。梦境谍套说明副本内存在多层结构，现实感知下降说明越往里走，越容易分不清真实和梦境。被困的是他们3个，说明梦境的入口就在这个阅览室里。就在我思考怎么进入时，系统出现。副本内存在3层梦境，对应被困的3名玩家。进入方式：触碰被困玩家，将与其共享当前梦境。提示：梦境内的规则由被困者的潜意识决定。自救者需在梦境逻辑框架内找到唤醒方法。提示：切勿在梦境内遗忘自己的真实身份。你们有没有什么能保持清醒的道具？清醒剂，商城里的，我买了3颗备用。好，先进第1层，我来。秦瑶站在走廊中央，背对着我，不动也不说话。我走过去，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走廊尽头有一个女人，面容严肃，是秦瑶的妈妈。秦瑶妈妈站在那里，什么都没说，只是看着秦瑶。考第1，所以妈妈高兴，所以我有价值；考第2，所以妈妈失望，所以我没有价值。边界。秦瑶，你知道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条件性自我价值吗？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在满足某个条件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有价值。这种逻辑的问题不在于你，而在于这个条件本身是别人设置的，不是你的。你上次那道积分题做对了，不是因为你妈妈让你做的，是因为你想做。那个时候的你也是你。听完这些话后，秦瑶的心结也打开了，秦瑶妈妈的虚影渐渐消散。梦境1已解除，玩家秦瑶正在苏醒。白光散去，我到达了第2层梦，孙佳怡的梦。这里的空气里有一种潮湿的霉味儿。这是什么？安眠药，我妈攒的，她头疼的时候吃。你想用它做什么？睡着，然后不用醒来。你在游戏里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幽灵船那次动力室的粘液是你发现的，如果不是你，我不会想到嗜酸菌那个方向。那只是运气。不是，你当时是唯一一个没有慌，还在认真检查设备的人。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说明你在恐惧的时候，本能选择的是做事，不是逃跑。这不是运气，这是你自己的。梦境2已解除，玩家孙佳怡正在苏醒，正在进入第3层梦境。
怎么了？我不知道怎么离开，他们一直在鼓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走了会不会让他们失望？原来夏小冉的困境不是压力，是讨好。她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出不来了。有没有一件事是你自己想做，但从来没做过的？我想画画，但是大家都觉得画画没用，我妈说浪费时间，我同学说我画的不好。那你觉得呢？我觉得我喜欢画，那就够了。梦境3已解除，玩家夏小冉正在苏醒。我刚才梦到了我妈。谢谢。恭喜玩家程曦成功唤醒全部3名被困玩家，任务完成。检测到玩家程曦在梦境内使用非对抗性手段解除困境，触发隐藏成就倾听者，当前功能新增，可解析生命体的情绪状态与当前心理负荷。全知之眼碎片收集完毕，正在合并。全知之眼完整形态激活完成。综合评价：你看见的不再只是表面，而是一切事物运转的规则本身。这天，我正在图书馆查阅关于平行宇宙和高维空间的资料。大学霸，又在研究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课题呢？喂，程曦，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事？这是全知之眼第一次失效，沈一航的等级远远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什么奇怪的事？比如一个会说话的系统，一个杀人的游戏。你是谁？别紧张，我不是你的敌人，至少现在不是。我只是很好奇，一个普通的人类是怎么把进化程序完成再教育中心的？你是 GM， 这个游戏的管理员？不，我可不是那种打工仔。你可以理解为我是这个世界的杀毒软件，而你们这些玩家和那些所谓的鬼怪都是这个世界产生的 bug。我的任务就是清除你们这些不稳定的 bug， 维持世界的正常运转。那个游戏就是我的查杀工具。他的话如同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响。原来我们只是被程序判定为 bug 的数据，所谓的恐怖游戏只是一场设定好的清除程序，失败就是被抹杀。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清除我？因为你很有趣，你是第一个能用 bug 的逻辑反过来影响查杀工具的人。你把贞子讲自闭，把吸血鬼说投胎，你甚至还触发了隐藏的真理之门。你知不知道，你干的这些事已经让整个系统后台的数据都紊乱了。所以我来找你是想跟你做个交易。什么交易？帮我一起修复这个世界。修复世界？什么意思？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要脆弱，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服务器，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段代码。但最近服务器的核心代码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导致 bug 产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在指数级增长。一开始只是些普通的灵异事件，后来就出现了像井中贞子、瓦勒留斯伯爵等这种拥有固定逻辑和领域的高级 bug。再发展下去，整个世界的底层规则都会被侵蚀，最终导致服务器崩溃，也就是世界末日。你的进化程序，也就是那个游戏，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是的，我的权限被那个核心漏洞限制了，我只能设置一些简单的规则诱导 bug 自相残杀，但效率太低，治标不治本。直到你的出现，你的知识降维打击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既然无法物理层面强行删除，或许可以从逻辑层面对他们进行格式化。所以，你想让我做什么？我需要你进入核心漏洞，找到那段被污染的源代码，然后用你的方式修正它。你是唯一一个能理解并运用规则的人，只有你能做到。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好处？修复了世界，你和你关心的人才能继续活下去，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好处吗？当然，事成之后，我可以给你 GM 权限，让你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神之一。成为神？我对这个不感兴趣，但修复世界却让我无法拒绝，因为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所珍视的一切都在这个世界里。我该怎么进入核心漏洞？下一次游戏，我会开启最高难度的终极副本，它的入口就连接着核心漏洞，那将是你唯一的机会。
副本里有什么？我不知道，核心漏洞内部的情况已经超出了我的监测范围，我只能告诉你，那里面是所有 bug 的根源，是这个世界最深沉的恶意。你会面对超乎想象的危险。我明白了，我会做好准备的。我相信你。对了，作为合作伙伴，友情提示一下，学校的校长好像也有点问题，你最好小心点。张建国，又是一连串的问号。看来最后的决战比我想象的要来得更快。我回到宿舍，将沈一航的话告诉了秦瑶他们。不出所料，宿舍里一片死寂。世界末日核心漏洞终极副本，这些词汇对他们的冲击太大了。所以，我们马上就要去打最终 BOSS 了。是的，这将是最后一场，也是最危险的一场战斗。你们怕吗？怕，但我们更不想世界末日。程老师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我跟你们一起。好，那就在最后的决战来临之前，把这些题都给我做完。程老师，这是不是有点超纲了？最终 BOSS 当然要用最终兵器，相信我，知识将是我们最强的武器。终极副本开启的那天，天空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灰红色。我和我的学霸军团，连同雷鹏的小队，一起被传送到了一个纯白色的空间。欢迎来到我的世界，程曦同学。它就是一切的根源，世界的癌细胞，终极的恶意聚合体。是你制造了这一切。制造？我只是给了这个无聊的世界一点小小的惊喜。你不觉得有鬼怪、有杀戮、有恐惧，这个世界才变得更有趣吗？看着你们这些渺小的人类在恐惧中挣扎，在绝望中死亡，那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你是个疯子！疯子！看到了吗？在这个世界，我就是唯一的法则。我让谁生，谁就生；我让谁死，谁就得死。现在你还觉得我是疯子吗？程曦同学，我知道你很特别，你甚至策反了我的几个作品。不过没关系，现在游戏结束了。作为对你这位优秀学生的奖励，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所珍视的一切是如何在我手中一点点地化为乌有。这是我创造的世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上课啊！1+1等于3，太阳从西边升起，水往高处流。这是怎么回事？他在污染这个世界的真理。他不是要用暴力杀死我们，而是要从根本上摧毁我们所认知的一切。当所有的真理都被谬误取代，我们的存在也将失去意义，最终被这个错误的世界所同化、抹杀。这比直接杀死我们要残忍10000倍。怎么样？程曦同学，你引以为傲的知识，现在变成了最可笑的废纸。你所谓的力量，在这个被我重新定义的世界里，不过是个笑话。现在向我求饶，或许我可以考虑让你成为我新世界里的第一个3号学生。我看着周围逐渐崩坏的世界，
看着那些被篡改的公式，看着秦瑶他们脸上绝望的表情。你错了。错在哪儿？你以为篡改了现象就等于篡改了真理吗？你让太阳从西边升起，但你改变不了地球的自转方向；你让水往高处流，但你改变不了万有引力定律；你让1+1等于3，但你改变不了宇宙最底层的数学逻辑。你所做的只是用你的权限强行制造了一个视觉特效，就像一个蹩脚的魔术师用一些障眼法来欺骗观众。而真理永远是真理，它不因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同学们，上课了。这节课，我们来复习一下宇宙的诞生。我开始讲述宇宙的起源，讲述基本粒子的构成，讲述4大基本力的作用，再到单细胞生命的演化。我的伙伴们像是收到了指令，也同时开口。我们5个人的声音汇聚成一股洪流，这些真理仿佛拥有无穷的力量。这个纯白色的空间开始剧烈的颤动，在这些基础公理面前，那些被篡改的错误法则开始迅速消融。太阳的虚影消失了，水流回了地面。不可能！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怎么可能影响我的世界？因为这里从来就不是你的世界，这里是真理之门的内部，而他们是真理的代言人。在这里，任何谬误都将被修正。真理之门原来是这样，你算计我！是你自己走进了陷阱。程曦，你做得很好。你们用最基础的公理重塑了这个空间的底层逻辑，现在它已经被困在这里，无法再影响外面的世界。接下来该进行最后的查杀了。不要啊！结束了。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也没有惨烈的嘶吼，金色的光芒闪过那团黑雾，便无声无息地消散。纯白色的空间开始崩塌，露出了外面真实的世界。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恭喜玩家程曦完成终极副本拨乱反正，世界核心漏洞已修复，恐怖游戏生存群程序将在24小时后得到永久关闭。祝您在新的世界里生活愉快。合作愉快，程曦同学。合作愉快。对了，这是上次的月考卷子，你考了满分，我又不及格。程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补补课？事实证明，知识不仅能改变命运，还能拯救世界。而我将继续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一路前行。